影视剧这一行列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能够赢得观众的青睐，编剧和导演都在想尽办法让作品更出彩，而有些明星却想着如何借着拍戏揩油，真是让人下头。这里是瞎谈鱼子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借拍戏揩油的明星吧。近日，张翰带着他自编自导、号称打磨4年的新剧《东八区的先生们》走来了。剧中台词擦边露骨，张翰动作可以列骚扰之行，让人看了直呼下头，引得骂声一片。剧中不止主演张翰涉及不雅台词，他的3个好兄弟都没有落下。这些台词让人听了看了都倍感不适，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念台词的时候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剧中王晓晨饰演的女主即将摔倒，男主恰好出现，伸出援手给她来个爱的抱抱。男主伸出手去，不是环抱，而是精准的抓住了女主的内衣带，真是有够无语。这尴尬的场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脑子才能设计出来，而新剧情更是引得网友们骂声一片。张翰凭借自己的手又一次冲上了热搜。有一幕是女主本来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两人浓情蜜意了一会儿，女主起身被男主抱住坐到她身上，只见张翰的手传过王晓晨右边胸部来到左边。其实张翰袭胸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018年上映的都市爱情剧《温暖的弦》中，张翰反向拉扯女演员张钧甯到自己怀中，也有不小心碰到女演员胸部的一幕。不过当时不是特别明显，没有引起众多讨论，而这次完完全全将自己的心思直接暴露出来，激发了观众的怒火。而这样的剧还能够成为上星剧在电视台播出，只能说审核未免也太不严谨了吧，也难怪大家纷纷质疑影视剧过审有双标之嫌。东八区的先生们向我们展现了张翰拉垮的编导功底，也展示了张翰表演的油腻与恶俗。剧中不尊重女性的各种猥琐行为非常令人下头，让人看了忍不住想直接拨打110。还有人说，不如这部剧完了之后，张翰就转行做点别的去吧，别再污染女明星、污染观众的眼睛了。去年因为古力娜扎的剧中男星手部的位置不合适，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虽然有回应，但网友还是扒出了过往7位男星被曝揩油女星的事情。例如董子健与倪妮在《流金岁月》中的一段戏，董子健与倪妮饰演的是一对情侣，两人当时在拍一段亲密戏份，可以看出两人躺在床上，而董子健手放的位置是倪妮的胸部，因此引发了网友对董子健是不是故意做这一举动的猜测。虞书欣与刘润南在综艺节目《1年级》中有过合作，当时两人演了一个片段，但是刘润南从后面抱着虞书欣时，手疑似拖到了虞书欣的胸部，看起来非常不雅观。刘润南在受到争议后也发表声明道歉，他表示自己在和虞书欣私下是很好的朋友，以后会把礼仪手3个字深深刻在脑里，也向虞书欣表示歉意，谢谢镜头的监督。男女演员拍戏始终是免不了亲密接触的，早年很多影视作品甚至拿大尺度的戏份来当噱头，但怎么判断男女演员互动尺度合不合理，始终是个大问题。多年来，没少男演员被骂借戏揩油。《还珠格格》里，周杰和林心如有一段激烈的吻戏，多激烈！周杰把舌头都伸出来了，周杰的伸舌头举动显然让林心如感到不适了，所以他后来上综艺透露那是自己的第1场吻戏，当时嘴巴闭得很紧，坚守住了最后关口，但拍完之后自己还是很想死。周杰曾回应过这场戏，认为自己只是考虑到拍摄需要，所以才吻得那么认真。周杰解释了很多，但网友似乎不买账。后来网友扒出他在别的剧里也有过一些疑似揩油的行为，在《演员的诞生》这样众目睽睽的舞台上，也有男演员被质疑借戏揩油。凌潇肃和蓝盈莹演最爱片段，凌潇肃抱起蓝盈莹，接着两人一起顺势倒到床上，他的左手似乎要不老实了。前来还没靠《延禧攻略》翻红前，曾上过一档叫《跨界喜剧王》的节目，表演闯关东片段，有一场被流氓调戏的戏，接下来的剧情是秦岚给了对方2个耳光，也不知道是不是借戏报仇。
黄轩跟杨幂拍《亲爱的翻译官》时，有一场他背杨幂的戏，在拍摄花絮里，他趁势抚摸了杨幂的大腿，虽然看起来像是姿势所需，但还是有人表示画风挺猥琐的，有意为之还是不小心，其实很难界定，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对女演员来说都很难接受，但又难以避免。在一部好的电视剧或者电影背后，都是有着非常多的辛苦。演员可能为了塑造好一个角色，要吃非常多的苦，完全不像我们想象当中，只是光鲜亮丽的出发在发布会或者红毯上面这样简单。而除了拍戏辛苦之外，作为女演员来说，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混乱的场面，或者会有突发的状况，女演员会在混乱当中被一些群众演员占了便宜。首先要说的就是刘亦菲，她可以说是娱乐圈当中的一股清流了。神仙姐姐一直都是非常清纯的仙女形象，不管拍什么样的戏都会有一种仙气。从刚进入娱乐圈开始，直到现在在娱乐圈也是有非常多年了，她的形象也都没有改变，一直都是一种超脱尘世的气质。不过神仙姐姐在拍摄《神雕侠侣》的时候，有个情节是刘亦菲打败了金轮法王，有一场丐帮的弟子将刘亦菲抛到天空中的戏份。但是就在这时候，有一只来自群演的手出现在了刘亦菲的胸前，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是依旧被镜头捕捉了下来。这一场只有几分钟的戏，最后也是拍了好几个小时。拍完之后的刘亦菲头发散乱，而且刘亦菲身上的连衣裙也被撕得破破烂烂，着实让人心疼。也有不少的网友说，当时可能是场面本来就比较混乱，群演可能就是不小心碰到了刘亦菲的胸，但也有人认为这就是明晃晃的吃豆腐行为。另一位女神也遭遇了同样的事件，那就是赵丽颖。当时赵丽颖在拍摄《楚乔传》的时候，有个场景是赵丽颖被抓去建林更新，但是就在拍摄抓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群演的手出现在了赵丽颖的胸上，这个画面看上去就非常的刻意了，甚至可以说就是故意在占便宜。本以为这样的事情应该被那些有心人烂在了肚子里，可没成想有人偏偏反其道而行，把这种肮脏的行径当作谈资大肆宣扬。说实话，演员之所以比偶像要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演员能够凭借自身的演绎能力将观众很好的带入剧中，所以这个时候演技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演技非常尴尬，自然很难得到观众的青睐。所以很多敬业的演员在做危险动作的时候，不惜冒着风险自己上阵，但在这中间也不乏一些抱着为艺术献身想法而假戏真做的演员，曾志伟就是其中一员。曾志伟曾自曝，在之前的拍戏过程中，为了将真演到极致，不惜在大尺度戏份上假戏真做，跟他拍对手戏的女演员当场被吓哭，随后崩溃退圈。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非常讲究真实性，画面越真，观众的观感越好。然而有时候太真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曾志伟曾经拍摄过一部尺度偏大的作品，跟他拍对手戏的女演员于倩文也因此奉献很多。虽然戏份看似比较激烈，但其实只需要拍摄女演员衣装完整的进去，再换个被撕扯过的衣服出来的画面，这中间的镜头是可以切换的。然而等到真正进行拍摄时，于倩文的奋力挣扎被当成了视觉效果，再加上有衣服的遮拦，所以大家也都没有想太多。等到戏份拍完，曾志伟离开之后，女演员崩溃大哭的状态实在是吓坏了不少人。这么一闹，大家自然也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之后曾志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这其实是一件你情我愿的事情，自己是为了艺术才假戏真做。虽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可能不太大，但于倩文却在这部剧拍摄完之后直接宣布了退圈。看来有时候太真并不是件好事啊。综上所述，艺人被揩油这个情况还是挺复杂的，各种情况都有，究竟哪一位人品有问题，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虾米酱们，你们还知道哪些曾借戏揩油的明星？演员是如何应对激情戏的吧？对于激情戏，其实大部分有经验的演员会选择从源头杜绝这种尴尬。李小冉曾和孙红雷搭档出演《像雾像雨又像风》，剧中两人有一场浪漫的雨中吻戏，可就是这样一个镜头，却让孙红雷留下了数年的阴影。原因是吻戏当天，李小冉出去吃了一碗馄饨，本来吻戏就怕事先吃得重口，而李小冉吃了最让人眩晕的韭菜馅，他还特意问孙红雷要不要吃。最后拍吻戏时，孙红雷不仅被呛到不行，甚至还留下了心理阴影，再也不敢拍吻戏。反观万茜和马天宇在《三国机密》中的饺子吻，不得不说导演真的很聪明，用这样的方法使两人的唇齿避免接触，
有效防止了演员的尴尬问题。而且这个吻不仅使剧情更加饱满，甚至为剧中的万茜增添了一丝风情万种。《投名状》是由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三大男神主演的动作电影，徐静蕾是其中唯一一名有着重要戏份的女演员。面对三大顶级男神，尤其是她与李连杰之间还有一场激情戏的情况下，徐静蕾是怎么做到毫无波澜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靠想象。她说和李连杰拍激情戏更像是演武打戏。后来徐静蕾自己出任导演的时候，她也表示拍激情戏怎么运用镜头很重要，其实不用裸露也能产生美感。2005年的电影《座头》是关之琳的转型大戏，影片中有一段关之琳与霍建华的激情戏。发布会上，当被问到这段激情戏的事情，关之琳笑笑解释道，她为了避免尴尬，特地拿酒和霍建华一起喝，两人喝了整整1瓶之后，才轻松拍完了这段戏。关晓彤与张若昀拍摄《九州天空城》时曾使用吻替，第1集里的强吻戏份很明显能看出，从远景切换回特写之后，两人的嘴型都变了。当时关晓彤想要把初吻留给初恋男友，关妈妈也说我不反对女儿恋爱，不过在她成熟之前，我不同意让她接吻戏。后来张若昀也曾提及此事，表示剧中吻戏确实都是接吻的。实际上，当时关晓彤年纪还小，尚未满18岁，未成年人接吻拍吻戏也是无可厚非。不过直到和鹿晗正式定情，并一起拍摄《甜蜜报接》后，关晓彤也开始亲自上阵拍吻戏了。Baby 与黄轩合作《创业时代》时，一度有网友爆料两人在吻戏拍摄过程中隔着保鲜膜，声称 Baby 曾经说过不能接受黄晓明以外的人亲吻自己。不过剧组与杨颖工作室随后便出面辟谣道，此消息纯属造谣，演员一律严格遵循导演的安排，认真完成了每一次拍摄。迪丽热巴拍吻戏的方法一度被称为另辟蹊径。在拍摄《傲娇与偏见》时，她与男主角张云龙有2段吻戏，其中一段是张云龙要亲吻热巴，然后被热巴用银行卡挡住。虽然被网友调侃成避免尴尬的有效方法，但这其实是剧情设定的细节。电视剧结局时，两人的吻戏就没有接吻，也没有用道具。赵丽颖自出道以来一直是一位十分敬业的演员，只要进入剧组，对于导演要求的必要剧情，她会一丝不苟地完成。早年在《宫锁沉香》里，赵丽颖与朱子骁有一段激情戏，这场床戏是在地上，周围还都是水，阴冷潮湿。在工作人员帮他们摆弄姿势的时候，两人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尴尬的状态。但到了综艺里，他也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比如《偶像来了》录制过程中，一场游戏需要赵丽颖与何炅接吻，紧接着两人亲密的照片一度引起网友热议。可实际上，他们之间其实隔着一张透明的玻璃板，虽然不易发现，但确确实实保护好了对方。此外，吃大蒜可谓是许多明星的防生理反应妙招。在节目《恕我直言》中，当主持人蔡康永问到拍戏过程中是否碰到男演员有口臭时，朱茵表示碰到过，并称他曾拍过一场亲密戏，那位男演员是熬夜喝过酒的。男的有喝过酒喝酒那种好惨的。对此，江疏影则更加直白，他说有的男演员拍吻戏前会吃蒜吃大葱。面对全场难以置信的神情，江疏影则非常霸道地表示，这一餐就是羊肉就必须要吃蒜，那行了，那你吃我也吃，OK， 就2个人一起 OK。而且江疏影透露到，其实吃完大葱效果更猛烈。倪妮和彭于晏也是这样相爱相杀的演员。在某次彭于晏接受采访时，现场放出了魏晨的爆料视频。据魏晨说，彭于晏和倪妮在拍摄《匆匆那年》时，有次魏晨带了酸菜鱼给剧组的大家，本想减肥的彭于晏闻着味道又忍不住了，然后就配着蒜、葱还有醋大吃特吃了起来。重点是那天还有一场和倪妮的吻戏，倪妮见状也开始吃蒜吃葱，两人就这样开始了重口味的相爱相杀。赵又廷是男演员里比较考究的一个，虽然他和杨幂主演的《三生三世》已播出多年，但里面虐心又感人的爱情却至今令人难忘。尤其是他和杨幂的吻戏，可谓是百看不厌，常看常新。除了那场过于激烈的啃吻戏，赵又廷其实是个贴心的暖男。他在拍戏之前会充分考虑女演员的感受，甚至会跑去刷牙。此时杨幂的反应很是有趣，她自黑地说：“那我只能去吃大蒜了。”杨紫时常上演有味道的吻戏，和邓伦主演香蜜时，两个人在戏里扮演情侣，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吻戏和激情戏。当记者问邓伦与好友杨紫拍吻戏是否会刷牙时，邓伦表示两人之间没有那么多讲究，他不会刷牙，杨紫也是该吃什么吃什么。马上就要拍了，在线站旁边还在那拿着鸡翅啃。后来被邓伦嫌弃拍吻戏没感觉，杨紫便放开了吃大蒜和榴莲，惹得邓伦直呼：“你和别的男演员都能，你为什么要害我？”你跟别的男演员都能，你为什么跟我就是你要这样？你为什么要害我？
不过后来杨紫和李现言亲爱的热爱的时，李现就表示自己会提前准备好口香糖，而他也会给杨紫备一份。为自己准备好了各种口香糖和保持口气清新的东西的之外，我也会为杨紫准备一份。女演员的招数五花八门，男演员的方法则显得更加真实。陈赫在接吻吻戏上颇有心得，在综艺里面对嘉宾示范吻戏时，他轻轻将手放在对方的脸上，然后深情地落在自己的手上，可谓是得心应手。对呀，哎，你的脸过敏了，真的。啊，我的脸过敏。冯绍峰与汤唯在黄金时代里，不仅有感情戏，还有激情戏。不过冯绍峰对于激情戏会不会出现生理反应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做了很好的安全措施。穿上大棉袄之后，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与汤唯肌肤接触，就算起了生理反应，也能起很好的隐藏作用。吴镇宇在电影《神枪手与智多星》里想出了一个妙招，对于激情戏，他曾坦言，男人见到女人是会起反应的，尤其是裸体时。一旦我们对着的是位女性，反应强烈会立刻被看到，没反应也会被人说。既然不论怎么反应都会尴尬，那么也只能在拍摄的时候用个枕头垫在自己和女演员之间，避免接触，也就避免了尴尬。罗志祥的卫生纸吻戏事件又好笑又神奇。当初他和大 S 主演的《转角遇到爱》播出的时候，其中有一场吻戏被网友称为防尴尬模板。那时他们的嘴唇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纸巾，既达到了吻戏的唯美效果，又不至于让演员生出尴尬的反应。可是导演却说他从来都是直接来的，不会放卫生纸，而罗志祥和大 S 也否认了这一传闻。至于画面里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多了片卫生纸，至今还没有过答案。除了想方设法避免尴尬反应的演员，其实有更多的电影在确认对方演员是靠谱且敬业的情况下，双方都会拿出最真实的反应。欧豪在拍《左耳》时与马思纯有一场激情戏，后来采访中被问到这个问题，欧豪很大方地表示知道导演不喜欢现场扭扭捏捏，于是他便和女演员商量，两人就放开了演，争取1-2条就过。女演员去商量好说，我们一会儿要么就放开吧，就拍个1-2条过了就算了。徐锦江曾经参与拍摄过许多激情戏，但他却不会趁机吃女性豆腐，而是非常尊重女星。当年许多女星跟徐锦江拍完激情片后，还会写卡片感谢他，因为徐锦江非常尊重女星。虽然全身一丝不挂，但当出现生理反应时，他立刻请导演喊卡，在消肿后再上场，非常有职业道德。电影《让子弹飞》中，刘嘉玲与葛优有一段大胆的激情戏演出。据报道，当时导演姜文要求绝对清场，镜头回放也只有姜文本人可以观看。整个拍摄过程中，房内一直有叮叮哐啷的声响。每条拍完，葛优都是披头散发、满头大汗的跑出来，而这场戏足足拍了2天才拍完。观众都知道范冰冰在电影《苹果》中与佟大为有一段一起洗澡的激情戏。后来记者问及这段戏时，范冰冰表示，佟大为经常后背还有屁股挡住我，不让我在镜头里太暴露，所以我是根本不担心的。此外，如果遇到不喜欢的对手，但又必须要呈现出效果，范冰冰便会不惜将对手想象成喜欢的型男。因此也正是范冰冰这样敢于牺牲、毫无顾忌的态度，她才能一度成为娱乐圈里的范爷。汤唯则是在谈到《色戒》里的激情戏时表示，之前就知道要拍一些激情戏场面，但没想到尺度会如此之大。他把拍摄这类戏形容为跟着导演走了一趟地狱，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是洗了个热水澡。巩俐在拍激情戏时，清场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他认为现场人太多会给演员造成精神负担，清场后才能进入真实的氛围。拍期限时，剧组特意在室内设置石洞，只有极少数人员参加拍摄。周瑜的火车剧组拍摄时更是完全清场。最后，观众千万别以为演激情戏是种幸福，这种戏恰恰要比其他各种戏份更加辛苦，更为尴尬。毕竟要当着众人的面做最私密的事情，而且不能走光，不能露点，不能穿帮，这绝对不只是意志的考验，还是心态、技巧、体力的多重较量。另外，虽然吃一些重口的食物能够有效防止演员起生理反应，但拍吻戏前注意口腔卫生也是演员的职业素养之一。面对一些需要防备的演员可以使用这招，但对于不是很熟悉的敬业的对手演员，还是需要保持尊重。虾米酱们，你们如何看待明星应对激情戏的反应呢？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关注点赞我，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我们下期再见吧。